尽一切唯的偏差，天灵的棋局我早已布下，杀生为下是谁也别想逃。河中该第七条，你说我比想象中精明，我穿着金国剑才藏起眼底的冰，手露出的目光踩着冰霜，捐款埋下的暗影是给母亲的补偿，无少的嚣张。其实我早就觉得你肯定不一般，之前是在测试你，现在我宣布你通过啦。会议开完了，你房子看得怎么样？定了，华田1号，2300万那套，你倒是不给自己省钱。给我妈买的。需要我过来吗？不用，你在公司等我。晨啊！晨啊，你这是？妈，我买房了，华庭1号。什么？那个2000万的别墅，你哪来那么多钱？是啊，大婶，你儿子可厉害了，2300万，全款眼睛都不眨一下，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吴少，您终于来了，有人跟您抢华庭1号。谁敢跟我抢？就是他，我跟您说过的那个废物。少爷，别过去！你干什么？这个人我们不能上。什么去年跟老爷去新加那个全球商业峰会，见过这个人？他当时坐在主宾席，跟洛克菲勒家族的人坐在一起。你确定？我100%确定，这个人江晨，少爷您千万别惹。吴少，您怎么了？快把这个骗子赶出去啊！这栋别墅我不买了。李云云，你是不是被这个骗子收买了？那张卡一定是假的，2300万不可能刷得出来。你把刷卡记录调出来看看。陈经理，您来的正好，这个人在我们这儿招摇撞骗，您快让保安把他轰出去。江先生，不好意思，我刚才在总部开会，接到通知就赶过来了。您看中我们华庭1号是我们的荣幸，这套别墅按成本价给您。陈经理，你是不是认错了？他就是个清洁工的儿子。叶小娟，你刚才说的那个清洁工，他的儿子是我们雅林地产全球最大战略合作方的总裁。你在这里工作了4年，你今天差点让我得罪了全公司最重要的客人。江先生，中国人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配合我们。捡起来，签字。八嘎丫头，你到底签不签？看样子呢，你还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这里不是你随便可以嚣张的地方呢。签，或者对。安特，看来你们最近小日子过得是真不错啊！挑得连规矩都忘了。江晨，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国？我跟你说，这次相亲你不许再跑了。您先别急，我不急，你都多大了？我跟你说，人家姑娘条件可好了，长得漂亮，工作稳定，明天就给我回来。明天回什么？真的，你可不许骗我！我都给你约好了，中午12点，云顶餐厅21号桌。听见了。江晨，你那边怎么这么吵？没事，有几只苍蝇。你别敷衍我，明天中午必须到。好，我一定到。老板来晚了，把这些杂碎送进去。是。持械袭击、非法拘禁、商业胁迫，一条别漏。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们还不配知道。老板，当年老江总的事儿，刚查到一条线，人在 A 市，藏得很深，对方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信息，就一个模糊的方向。给我定明天记录这下的航班信息，全给我清干净。明白。16年了，不急这一天。
昨天老妈好像说的是12号桌吧？做错了。你怎么知道？他刚才打电话，整个咖啡厅都听见。21号桌相亲等人，然后你走进来，找人的眼神8、9不离10。那你呢？你等的人呢？走了，但我没走，因为走了就输了。陈啊，到了没有？21号桌，人家姑娘等你半天了。知道了。不客气，去挨骂吧。你就是江晨，我妈说你刚从国外回来，做什么的？做咨询，帮人解决一些问题。月薪几千来相亲，浪费时间。妈，你给我介绍的什么人啊？月薪几千，穿得像捡破烂的，哼，以后别给我介绍了。小娟儿，你别急着走啊。你姑姑说江晨他妈是在哑铃华庭做清洁工的，但他爸爸以前是开公司的。江建国？对，听说做建材的，后来公司没了，人也不在了。但谁知道有没有留下什么？你再回去看看。算了，人都穷成那样了，能留下什么？不回去。你被拒绝了。让你看笑话了。不可惜，那种人配不上你。我在这里观察了2天。2天？这个咖啡厅我来过3次，每次都能碰到不同的人相亲。你是唯一一个被拒绝之后一点情绪变动都没有的人。我想跟你做个交易。什么交易？做我男朋友。为什么是我？因为你够冷静。而且，你坐到我那桌的时候不是为了搭讪，你是真的看出来我不想等人。行，但有个条件。你说。1个月，不合适我就走，正好隐藏身份调查。成交。顺便应付一下母亲那边的相亲。合同1式2份，条款你看一下。第7条。所有2个字范围太大了，你觉得应该怎么改？改成合理范围内的公开场合。我需要基本的自主权。你比我想象的精明。彼此彼此。明晚我家有个酒会，你跟我一起去，穿正式一点。好。赵明辉，时任天华集团旗下子公司项目经理。你父亲的合同，他签的字，50万货款，他压了3年，从头到尾，他都知道你父亲撑不过去，他就是不想让他撑过去。谢董事长不在，就他们撑不住再说。你父亲的建国建材，在那之后不到1年破产。你父亲江建国，建国建材的老板，也是唯一一个工人。他签那份合同之前，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他说晚归勿念，然后他去街角买了这袋糖。你那天过生日，在工厂倒闭后第3个月，病逝。警卫，赵明辉这个人，我要他的全部资料。另外，我接下赵世林的合同了，对外就说我是他的保镖男友。老板，你是认真的还是？我需要一个留在天灵市的理由，这个理由正好送上门了。晨啊，进来再说，门口站着像什么话？阿晨啊，上次那个叶姑娘不满意，妈再给你介绍一个。妈，不用了。怎么不用了？你都快30了。我有女朋友了。什么？有女朋友了？谁家的姑娘？多大了？做什么的？漂亮不漂亮？她叫赵诗玲，改天带她回家见你。好，妈等着，我儿子终于有女朋友了。妈，我改天带她回来。中午留下来吃饭。诗玲，问你件事儿，天津市有什么好楼盘？你要买房？给我妈买，她住的老房子太小了。哑铃华师，天宁最高的楼盘。好，谢谢。等等，我下午刚好有空，带你去看看，就当提前演练一下。毕竟你现在是我男朋友。行。这个姑娘听着不错，
这个项目我去年来考察过，户型设计和用材都算是天庭顶配，缺点就是贵。贵不是缺点。你倒是挺有底气。他身边那个女人气场不一般，难道她真的没那么简单？我真的看错了。公司紧急会议，你先自己看。好。哟，这不是江晨吗？穿成这样也敢来雅林华地看房？你月薪3000的人，连这儿的物业费都交不起吧？来看房。刚才跟你一起进来那个女的是你什么人？包养你的富婆？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是趴下来求我，我可以带你去看房。不用，我自己看。我给你脸了是不是？自己看，你他妈看得懂吗你？小娟，这人谁呀？穿成这样也敢来我们这儿看房？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相亲对象，月薪几千看房，你们说好不好笑？先生，您要看房吗？我可以带您看看。李云云，你是不是疯了？他根本没钱，你带他看也是白看。可是既然来了就是客人，我带他看看也耽误不了什么。谢谢。你叫什么？我姓李，李云云。李小姐，麻烦你了。刚才谢谢你。没关系的。我不擅长和婆婆打交道。你倒是挺会说话。走吧，带你看楼王。这一栋是华庭1号，我们的楼王，3层，建筑面积1200平，带室内电梯，私家品池，顶层花园，总价2300万。当然，这个价位确实比较高。如果您想看实用一点的户型，那边有大平层。就这套。什么？华庭1号，我要。你说什么？你要买华庭1号，2300万，全款？办手续。先生，这是2000万的别墅，您确定吗？确定。这人疯了，装也装得像样。李玉，你是不是接了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刷成功了，全款2300万。辉哥，您找我。那个江晨，你上次在售楼处吃了他的亏。是。你想不想搬回来？当然想。可是他的身份，他的身份还没查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冲着天华集团来的，目标是赵诗龄手上的股权。如果我们不除掉他，你的吴氏集团以后在天宁市还有站的地方吗？辉哥，你说怎么干？赵诗龄明天要去见一个客户，晚上他一个人回公司，你在停车场堵住他，不用做什么太过的事儿，吓一吓他就行，让他知道江晨保护不了他。然后呢？然后他会害怕，害怕就会犯错误，你懂的。江先生，手续我亲自给您办。今天这不用。李小姐，单子算你的。妈，我们回家。可是手续还没办完。陈经理会办好的。陈经理，这套别墅写我妈的名字，下周一带她来看房。好的，好的，江先生您放心。你刚才提到了我爸的名字，以后不要提。陈啊，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在外面干什么的？怎么那么多钱？妈，我就是做了一点小生意，你放心，都是干干净净的钱。瘦了，在外面肯定没好好吃饭。阿姨好，妈，这位是？这就是赵诗龄。阿姨好，我是赵诗龄。好姑娘。我们家陈啊，从小就不会说话。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告诉阿姨，阿姨教训他。他挺好的。妈，上车吧，
送你回去。不用不用，我骑电动车来的。你们去忙你们的，年轻人要多相处。姑娘，阿姨问你一句，你是认真的吗？阿姨，我从不拿感情开玩笑。好，阿姨信你。你妈挺不容易的，一个人把你带大。我爸走得早，他一个人打3份工供我读书。所以你给他买别墅？我欠他的不止一套别墅。对了，明晚的酒会，我爷爷会来，还有表哥赵明辉。他这个人，你注意一点。怎么？他在查你，从我宣布有男朋友那天起，他就开始了。你在担心我？我在担心我的计划。你要是被他查出来是假的，我这出戏就白演了。他不会查到什么的。这么自信？我做风险管理的，控制信息是基本功。江晨，你到底是什么人？就是那个男的，看着不像什么大人物啊。赵小姐是不是被什么人骗了？诗玲，这位就是你男朋友，介绍一下。江晨，做咨询的，刚从国外回来。江晨，这个姓氏在天宁市好像不多。令尊是做什么的？我爸叫江建国，以前做建材的，走了很多年了。哦，建国建材，好像听说过，可惜了。你就是那个让诗玲忤逆我的男朋友？爷爷。赵老先生，我是江晨，做什么的？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我们赵家现在的风险就是诗玲的婚姻大事，你能解决吗？能。好，我记住你了。你刚才太直接了。你爷爷喜欢直接的人，拐弯抹角的他更不放心。你怎么看出来的？他拄拐杖但没用拐杖借力，说明他不喜欢被人当弱者。他看你的时候，先看额头，再看眼睛，他在判断你的人是不是清醒。这种人不喜欢废话。查了没有？查了。江晨28岁，国外待了7年，从事风险管理咨询，客户主要在海外，银行账户干净，没有不良记录。就这么点儿？是的，而且他爸确实是江建国，建国建材10年前破产了，之后江建国就病逝了。建国建材，我好像有印象，当时跟我们签过合同。不记得了，太久远的事儿。这个江晨不简单，诗玲跟他在一起未必是坏事。爷爷，你是说……先观察，不动他。江晨，你到底是为了赵诗玲，还是为了你爸的事？稍等。老板，赵明辉最近在托人查您的背景，他动用了3家私人调查官。让他查，能查到算他本事。明白。谁啊？工作上的人。不好意思，来晚了。没有没有，江先生您太客气了，我今天就是想当面谢谢您。华庭1号的提成下来了，陈经理还给我升了职，说都是您安排的。是你自己应得的。
江先生，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可以。那天在售楼处，所有人都不理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生气？浪费时间。什么？对那些不准备理解你的人解释，是浪费时间。江先生，以后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您尽管开口。好，也有一件事，赵诗龄的天华集团最近在招人，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试试。真的吗？可我学历不高。你值得更好的平台，学历不是问题。老板，王董的把柄已发到您手机。3年前，王董利用公司名义私下担保了一笔高利贷，担保金额8000万，此事从未披露过，属于重大违规。如果公开，王董将被董事会罢免。够了。需要我安排人上去谈吗？不用，我自己来。谁让你进来的？没预约就闯！你是天华集团的人？王董好眼力，我叫江晨。又来了一个说客，回去告诉赵诗龄，预付款不到位，合作免谈。我们已经给天华3个月了，1分钱都拿不到。王董，我时间不多，就问你一个问题：3年前那笔8000万的担保，你现在还觉得值得吗？你说什么？谁告诉你的？我是做风险管理的，查到什么不全是我说了算，但用不用是我说了算。现在你有2个选择：第一，恢复对天华的原材料供应，延后预款到3个月后；第二，你猜他们会不会让你继续坐在这个办公室？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路过的保镖而已。延后3个月。对，行，我安排。王董，合作愉快。赵总，联岳公司发来确认函，恢复原材料供应，预付款延后3个月，还有风和也跟了。诗龄真有本事，说搞定联岳，过几天就真的搞定了，怎么做到的？不是我，是江晨。他，一个做咨询的。对，他昨天去找了王董，今天联岳就恢复了。帮我查一下联岳的王董，昨天发生了什么？终局裁决如下：一、撤销林峰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委员资格，即刻生效；二、驳回林峰对岸少国际的商业欺诈指控；三、认定林峰在17年间多次利用法律程序对江晨先生及其家人进行恶意骚扰，现判决林峰赔偿岸少国际及江晨先生个人经济损失共计1.2亿美元，并在全球主流媒体公开道歉。江晨先生，你父亲是个好人，你赢了。今晚回天宁的航班已订好，江太太发来消息说等你回去包饺子，韭菜鸡蛋馅的。案子结了。林峰出局了。那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我想把建国建在那块地买下来。买下来做什么？不做什么，就让它留在那里，工厂不重建，旧车间留着，旁边的社区公园扩大一些，然后在门口立一块牌子，上面写“建国建材旧址”。江建国先生曾在此工作10年，他是一个好人。好，我们一起。
赵小姐，这么晚才走啊？你跟着我，碰巧。你走还是我送你走？你是江晨的人？是。你叫什么？精卫。赵小姐，少爷让我转告您一句话，明天带您去吃火锅。您上次说想吃。不是我不行，是那个女的，江晨身边有个女的，我3个最好的兄弟，1秒都不到全躺了，我根本没看清她怎么动的。行了，你别再出现了。喂，是我。上次跟你提的那件事，关于江晨这个人，你现在能查到多少？赵先生，我们已经查了3天了，江晨的海外背景很干净，太干净了，这反而有问题。他名下没有公开资产，但瑞国那边有一家注册基金，穿透之后实际控制人疑似就是他，资金规模资几笔不齐，我们估算应该超过100亿。100亿？对，而且他那个公司岸少国际在国际商界有很高的声望，但没有公开的客户名单。我们问了几家顶级律所，都说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找岸少。赵总，这是市场部刚送来的，江先生从联悦那边谈下来的条件，不仅恢复了供应，还把价格压了5个点。天华明年的成本线能直接拉回来。赵总，江先生到底跟联悦那边怎么说的？王董那样的人不是谁都能搞定的。他说联悦法务部当年签的条款里藏了一个反垄讨断触发条件，王董自己的人都没注意到。哟，这不是赵总吗？听说你们天华的供应链快断了，也来求见神魔集团的老板。你要是周转不开，我可以让吴少帮你们天华介绍几个民间借贷的，利息好商量。叶小姐消息挺灵通，不过我们天华的供应链昨天就恢复了。赖总，我是汇远集团的老吴啊，我爸跟您吃过饭。少夫人，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让您在门口等，是我们的失职。赖总，吴少刚才好像有话想跟你说。你是哪位？我们岸少国际不借吴氏集团的人，出去。你刚才说江先生是假男朋友？我不是。把这2位请出去，以后岸少国际全国所有分部的大门都不对吴氏集团开放。你想问什么？上楼再说。少夫人，外面风大，请随我上楼。女士，这里不能停留，请您离开。我是跟他一起来的。抱歉，里面没有您的预约。赖总，现在能解释了吗？少夫人是什么意思？赵小姐，我只能说，从今天起，岸少国际在国内的所有资源都会优先服务天华集团。为什么？老板的命令。你的老板是谁？您很快会知道。江晨，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有。什么？火锅店快关门了，再不去毛肚就不新鲜。你能不能正经一点？我很正经，比很多生意重要。石玲，今天岸少国际是赖文行亲自接待你。是。连我们递了3个月申请都见不到的人，为什么见你？还能为什么？姐姐身边不是有个万能男朋友吗？你想说什么？我只是好奇，
江晨到底是什么人？刚好在你最难的时候出现，刚好能解决联越供货，刚好又和暗少国际扯上关系。石灵，你查过他吗？查过，结果呢？连背景都不清楚的人，你也敢带进赵家？而你呢？除了质疑，还做过什么？够了！不管江晨是谁，暗少的合作是天华唯一的救命机会。石灵，这件事你做得好。至于江晨，继续观察。老板，赵明辉有动作了，他联系了庞天培。庞天培，暗少夏国分部总裁，您安插进去的人之一。他说什么？他答应帮赵成雪上位，条件是赵成雪当上总经理后，转让天华15%股份给他。胃口不小。要收网吗？不急，让他们先把戏唱完。还有一件事，10年建国建材那份合同，赵联军也签了字。赵诗龄的父亲。是。继续查，10年前那笔账，一个名字都别漏。姐，介绍一下，暗少国际夏国分部总裁庞天培，庞总。赵总，听说你拿了赖文京签的合同？是。赖文京只是天宁分部总裁，夏国区的合同最终都要我审批。姐，听明白了吗？庞总一句话，你那份合同就能变废纸。所以呢？让出总经理的位置，我可以让庞总网开一面。你说你是暗少夏国分部总裁？没错，你有意见？没有，确认一下。装什么？一个吃软饭的，多管闲事。你记好今天说的话。查庞天培，已经查完，8个月收供应商回扣6700万，2个离岸账户，另有一份和赵成雪的股权转让秘密协议。证据呢？在我手里。先别动，人最得意的时候摔下来才疼。你到底在跟谁打电话？没事。今晚去我妈家吃饭。见家长。怕了。我在想，要不要买点水果？小江啊，听诗琳说你做咨询，收入还稳定吗？妈，我问问怎么了？我女儿这么优秀，我当然要把关。阿姨放心，我对诗琳是认真的。好，阿姨信你。诗琳啊，你知道他父亲是谁吗？江建国，以前做建材生意。爸，你认识？不认识，只是这个名字耳熟。我爸认识你爸，他听到江建国这个名字的时候，反应不对。也许吧。江晨，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有些事现在不能说，但有一件事你可以确定。什么？我不会伤害你。那是我的。我看到了。工作文件。我爸的名字为什么会在上面？江晨，你接近我，到底是因为我，还是因为赵家？一开始是赵家，后来不是。爸，我问你一件事，建国建材，你知道吗？你从哪儿听到的？爸，请你回答我。知道。10年前，天华子公司和建国建材签过一笔合同，项目经理是赵明辉。后来呢？货款被压了3年，50万。建国建材资金链断裂，老板江建国破产，后来人也没了。江建国是江晨的父亲。我知道。你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因为那份合同最后一页也有我的签字。所以江晨恨赵家是应该的。爸，你们欠他的不止一笔钱，是一条命。
庞天培已经推动董事会投票，后天罢免赵诗林。通知赖文星，后天9点到天华会议室。明白。还有，赵小姐给赵建军打了电话，她知道当年的事。我知道了。今天议题是否罢免赵诗龄总经理职务？我支持赵成雪接任。姐，我也是为了天华好，你不会怪我吧？不用投票了，总经理的位置我不要了。但记住，不是你赢了，是我不想和你们坐在同一张桌上。当年的事儿我知道了，我不会替赵家求情，但我也不会靠你活着。江晨，我会靠自己站起来。赵总，您真的辞职了？那新公司怎么办？继续。暗哨合同断了，我们还能做吗？做自己的产品，我手里有配方，不需要他们的原料。可是江先生那边，他不是我的靠山，我也不需要靠山。各位放心，我和庞总已经谈好，暗哨合同3天内恢复，价格还降10%。我宣布赵诗龄已经出局了，各位没意见吧？赖文星，谁让你进来的？总部。庞天维，经暗哨国际总部调查，你任职期间收受供应商回扣、私签股权转让协议。你胡说！证据呢？3次转账2个账户，1份秘密协议，需要我当众念吗？赵小姐现在资源没了，您还剩什么？这一切是你安排的？为了诗龄？不全是，那是为了什么？为了10年前建国建材那50万。赵老先生，这只是开始。我要见老板，我是龙国区总裁，你们没资格动我。老板的命令就是动你。你到底是谁？你没资格知道。你们不是支持我吗？你们说我比赵诗龄更适合。赵老先生，暗哨和天华的合作不受关系，赵诗龄小姐签下的那份合同依旧有效。替我谢谢你们老板。庞天培已移交司法，赵成雪被董事会除名。10年前的案子有新线索，不是赵明辉一个人做的，他上面还有人。谁？还没查清，但可以确定那个人还在天董事。查吗？查到底。赵总，这个月第4个大单签了，新品还没上市，预订单已经排到3个月后了。别飘，产能质检交付一个都不能出错。还有一件事儿，赵成雪被董事会除名了，庞天北也被抓了，暗哨合同恢复，由赖总亲自对接。赵小姐，暗潮国际明晚举办年度晚宴，总部正式邀请您和江晨先生一同出席。赖总，我只问一个问题，您请说。暗哨国际的老板到底是谁？明晚您会亲眼见到他。明晚的晚宴你去吗？去。你会告诉我答案吗？会。不论答案是什么，你答应过我的事还算数吗？火锅。今晚不对，去查那几个人。赵总，您的酒杯空了。感谢各位莅临暗哨国际年度晚宴。我知道，各位今晚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暗哨国际的幕后老板究竟是谁？今晚他会亲自现身，和各位喝一杯。
他知道，他一直都知道。怎么还不出来？天知道他从哪扇门进。去查那几个人，今晚不对。老板出来之前，我想先聊一件旧事。关于天倪市这10年，关于一家叫建国建材的公司，关于一个叫江建国的人。10年前，天州市有一家小建材公司，老板老实本分，接了天华子公司一笔材料单，货款50万，有人压了这笔钱，一压就是3年。3年后，建国建材破产，老板病逝，留下一个18岁的儿子和一个常年吃药的妻子。他说的这个人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吗？你在意了？没车没房没工作，这是你说的。你早知道今晚会这样。今晚老板让我转告各位一句话：这10年，他等得很耐心，所以他希望在座各位也能比他更耐心一点。我不是在查他，是他一直在等我查，不是妻子。他去哪儿？有事儿？江晨，建国建材是你爸的公司，你回国是为了查这件事？是。你接近我是因为赵家？一开始是。后来不是。后来不是，那是什么？这枚戒指3个月前就做好了。3个月前？咖啡厅那天，你走之后，我让精卫去做的。我爸走前给我留了一封信，他说：“陈啊，别恨，恨会让人看不清路。我用了7年，活成他希望的样子。但我没想到会遇见你。赵诗玲，我想重新签一份合同。”什么合同？没有期限的。所以我们之间从头到尾都是你安排好的？不是。哪里不是？第一次做错桌，我妈说的是21号桌，我做错了。所以我们之间唯一的随机变数是你走错桌？但那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错误。你怎么知道尺寸？你签合同的时候，我看过你的手。江晨，你到底记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事？很多，以后慢慢告诉你。赵明威晚宴中途离开，打了3个电话，其中1通加密线路还在破译。不用破译，我知道他打给谁。谁？沈国良，天宁市商会会长，表面捐学校、捐医院，人人都叫他沈老，但他才是建国建材案真正的核心。赵明辉背后的人是他。10年前那份合同，赵明辉只是刀，沈国良是握刀的人。那接下来他会怎么做？用什么？试探我。我去赵小姐楼下。不用，戒指里有定位。你没告诉他？他安全最重要。他知道后，也许会生气。那就等他生完气，我再哄。沈老，江晨是江建国的儿子，他是冲我们来的。我知道。您知道？ 3个月前，
他下飞机那天，我就知道岸少国际为什么选天宁市，不是商业布局，是收网。你是离网最近的那条鱼。那怎么办？他手里有材料，一旦公开，我们都会完。完不了。当年延期合同，江建国自己签了字，赵炼军签了，你签了，财务章也盖了，条款合法。可他是被逼的。商场上没有逼，只有选择。江建国撑不过去，是他自己的命。江晨要查就让他查，他最后会发现，最痛的那一刀，不是我们捅的，是他父亲自己签下去的。赵总，这是江先生送的。求婚啦？什么时候？在哪里？他说什么？下跪了吗？你先呼吸。我不能呼吸，快说重点。他说要重新签一份合同。什么合同？没有期限的那种。我不行了，这男人太会了。合同原件拿到了，条款本身合法，延期3年，双方同意。他们会说你父亲是自愿的。他知道后果吗？知道，但他没得选。货已经发出去了，款在天华手里，不签1分钱拿不到，签了至少还能等3年。沈国良想让你恨你父亲，恨他的退让，恨他的签字，恨他想让我变成他，冷血，只认利益，连死人都能拿来算账。可我从没怨过我爸，他签字时手在抖，但他还是签了，不是因为软弱，是因为他想让我们活下去。沈国良以为那是投降，那是我爸最后一次，现在轮到我了。爸，我带了个人来看你，她叫赵诗玲，是赵建军的女儿，但她和她爸不一样，她很好，你一定会喜欢。江叔叔，我是赵家人，当年那笔钱跟我父亲有关，我不会替他道歉，因为道歉不够。我只是想告诉您，江晨现在很好，他有自己的事业，有很多人追随他，他没有变坏，也没有变成只会恨的人，他还是会在最难的时候说火锅要排队。爸，我答应你会好好活，我妈很好，我也很好，我有她了。接下来你要怎么做？沈国良等我很久了，再等，我不让他再等。江晨，不管你做什么，别一个人。好，走吧，火锅要排队。近期关于天宁市商界的传言，我只回复一句：商会所有成员过去遵纪守法，现在遵纪守法，将来也一样。沈会长，我有一个问题，请说。10年前，建国建材50万货款被压3年，老板江建国破产病逝，您知道吗？略有耳闻，但那是合同纠纷。江建国是我父亲。这是你过去10年所有慈善捐款的资金流向，7所学校、2所医院，表面是慈善，实际资金来自商会会费和境外壳公司。第2页是你和赵明辉3年来的通话记录，包括昨晚11点40分那通加密电话。你说我爸签了字，所以我拿你没办法。你只说对了一半。我爸签字不是认输，是因为他想让我和我妈再撑3年。你最大的错不是坑了建国建材，是你以为一个儿子会因为那份签字恨自己的父亲。沈会长，发布会结束了，接下来该开庭了。完了，明天所有媒体都会写建国建材，写我，写赵家。沈老，我们完了。你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吗？35年前，天农市商会刚成立，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后来有了钱，有了位置，也有了不敢承认的错。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江晨要的是我们的命。他要的不是命，是公道。可公道这种东西，最难说清。这是什么？当年建国建材案真正的原始会议记录。会议上有什么？有一个他现在还不敢怀疑的人。明天仲裁庭我会去，但不是认输。我要让江晨知道，他查了7年，最该面对的那个人，可能一直站在他身边。
爷爷，该休息了。明天仲裁庭，我去。您去干什么？当年的事我知情，我没帮他，没帮他就是帮了沈国良。明天我去，不是求原谅，是欠太久了，该还了。明天不用怕，我在。申请人江晨主张，10年前沈国良利用合同条款恶意拖延建国建材货款，导致建国建材破产。沈国良先生是否认可？委员长，我请求发言。我是赵传忠，天华集团原董事长。10年前那笔合同我知情。赵传忠，我知道建国建材撑不过3年，可我没有阻止，我没签字，但我沉默了，就是帮凶。这是我藏了10年报纸，今天带来不是证据，是忏悔。赵爷爷，这件事不用您来说。刘园长，我撤回对赵传忠先生的全部诉求。我父亲如果还活着，不会让一个老人替所有人赎罪。他更希望看到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要再犯上一代人的错。我父亲签下那份合同那天，手在抖，但他还是签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你，相信你是一个可以讲道理的人。结束了，赢了。好。翻个蛋怎么这么难？火太大，蛋液还没凝固就翻，会碎。诗玲啊，别让他教你做饭，他煮泡面都能煮糊。分公司被合作方单方面解约，对方支付了全额违约金，但拒绝说明原因。怎么了？没什么，工作上的事。今天上午10点，税务局对我们办事处进行了突击检查，程序上挑不出毛病，但时机太巧了，解约和检查前后不到72小时。谁在动手？还不确定，但可以确定，对方对我们的全球业务架构很熟悉，不是外围攻击，是从中层合作节点一个一个拆。解约的那个合作方是我们供应链的第3大节点，办事处负责整个亚太区的资金调度，都不是致命伤，但加起来牵制我们所有的应急资源。对，而且最不对劲的是，对方每次出手都留有余地，解约赔了全额违约金，税务检查只查不封，像是在传递什么信号？信号是，我能碰你，但我不想现在毁掉你。老板，你觉得是谁？沈国良在仲裁庭上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当年不是自己决定押那笔货款的，是有人帮他设计了那份合同。一个有国际法背景的人，能在10年前写出那种完全合法的陷阱条款，这种人不会只有一个沈国良当客户。3个月前我回国那天起，他就在观察仲裁庭的结果，可能是他决定亲自下场的原因。你是说沈国良背后还有一个人，而且那个人现在出手了？他早就出手了。3个月前我回国那天起，他就在观察仲裁庭的结果，可能是他决定亲自下场的原因。要不要调动全部资源？不要，正常运转，让他以为我们还没察觉。是。对了，赵小姐让我提醒你，明早记得吃早餐。她说你最近瘦了。你到底是谁？我姓林，林峰。你可能没听说过我，但你父亲应该记得。35年前，你父亲是商会最早的5个人之一。那时候天娘市只有1个工厂，2条马路，没有天华集团，没有雅林华庭，什么都没有。你认识我爸？我帮他写过一份文件，关于那批建材的延期付款协议。那份合同是你写的？是的，合法合规，任何一个仲裁庭都挑不出毛病。因为你父亲当时确实拿不出那笔钱，唯一的问题是我不认识江建国，我跟你父亲没有任何私人恩怨，我只是帮朋友一个忙。那你现在找我干什么？因为我要帮你。你的天华股份被冻结了，银行账户被监管，但我知道一条路能让你拿回属于你的东西。坐下，我们慢慢谈。赵总，刚才有个快递送来的，寄件人没有写名字，安保扫过了，没有危险品。他比你知道的藏得更多。赵总，要不要报警？不用。帮我把明天上午的会推到下午，我要去一个地方。
他知道这个地方，但他没告诉你。我今天去了一趟老工业区，建国建材。怎么想起去那儿？别多想，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你的人生。过去1周，6个国家的7个合作节点同时出现问题。苏雷世合作律所主动解约，支付了全额违约金，但他们的首席合伙人拒绝说明原因，只说有人给了我们一个很合理的建议，建议我们退出。仓储中心被当地政府以安全检查为由暂停运营，手续完全合法。所有攻击都遵循同一个模式，合法、文明、彬彬有礼。我们每个受伤的地方都收得到违约金和停业补偿，但实际后果，南阳供应链瘫痪超过30%，客户信任度下降，物流网络出现断层。对方真正高明的是，他选的节点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不致命，但合在一起把我们6个应急小组全部调开。江总，我动用了所有能用的关系，但关于林峰这个人，查到的信息非常少。他不是隐藏，是把痕迹处理得太干净了。已知的只有他30年前参与创建了天成市商会，是当年商会5个创始成员之一，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但他没在商会待太久就出国了，大约在商成立3年后。之后20年，他在国际商事算听领域非常活跃，主持过至少4起跨国商业纠纷裁决。10年前建国建成出事前2个月，他回过一趟天成市，待了不到10天，然后又消失了。他回天南市的那10天见了谁？目前只确认一个人，沈国良。 30年前一起创立商会，20年前成为国际仲裁权威，10年前回国见沈国良，帮他设计了一份完全合法的延期合同，然后消失，现在又出现，不是报复，不是为沈国良出气。他不想让我们停下来，他在用这些攻击逼我们做一件事，但他到底要什么还看不出来。他会告诉我们的，在他准备好的时候。赵总，不，赵小姐，这个应该是送错了，上面写的收件人是您，但寄到了我原来住的地方，我拆开看了一眼，对不起，我知道我不该来找你，但我想了很久，还是觉得你有权利知道。叶小姐，谢谢你亲自送过来。爸，我只问一件事，你认识这个人吗？认识，他叫江建国。我第一次见他是1994年春天，他来天华集团谈合作。那天他很高兴，说刚接了一个大单，工厂扩了一条生产线。他还带了一张他儿子的照片，缺了一颗门牙，笑得很傻。那个小男孩是江晨，他上个月带着照片来找我，问我你还记得我爸吗？所以他从第一天就知道我的身份，知道你参与了当年的事。是，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重话。他唯一问的是我爸签那个字的时候有没有人逼他。然后呢？我告诉他没有人逼他，他只是没有别的路，签了能多撑3年，不签当场破产。他选了前面那条路。诗玲，我这辈子做过很多错事，最大的错不是签了那个字，是签完之后选择了忘记。你爱他吗？爱。那就保护好他。那个给你照片的人是冲他。你爸还好吗？你怎么知道我去见我爸？你的手机定位，精卫告诉我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天在咖啡厅我没有坐到你对面，我们会变成什么样？没想过。为什么？因为那天发生的事，不管重来多少次，我都会走到你对面的座位坐下，不是走错，是选对了。你能不能停一下？能。我们认识多久了？从那天在咖啡厅算起，4个多月。这4个月里，你做过最难的决定是什么？你去探望你父亲那天，我知道你要问他什么，我可以阻止你，但我没有。为什么不？因为他欠你一个答案，比我欠你的更久。我们最大的客户刚刚宣布终止合作，对方社长亲自打电话他通知赖总，说了一句：“林峰先生让我带他向您问好。”老板，他说这句话之前3小时前，赵小姐邮箱里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精卫已经拦截了，
内容是赵小姐的整套医疗记录，从出生到现在，包括3次体检、2次门诊、1次住院，还有她3个月前预约的那个检查结果。结果是什么？还查不出来。我锁定了发送源，中环某栋写字楼顶层，不出意外，林峰就在那里。你之前问过我什么事没告诉你，现在有一件，林峰今天联系了我们，他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不是你看到的那些解约和检查报告，是一封邮件，他查了你，从头到尾，包括你自己的身体情况。那你怎么打算？3天，我去一趟。那我呢？你打算把我放在哪里？精卫在这儿，赖总也在，你不会有任何危险。我不是问有没有危险，你打算把我放在你的计划里哪个位置？好，你去，但答应我一件事，别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了，你有我，你有这些跟着你的人。就算你不习惯，你也得承认，有些事儿一个人扛不过去。好。武夷山的大红袍，10年前的茶了，我存了很久，就等一个值得一起喝的人。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你想让我收手，不要碰赵诗龄，不要碰岸少国际，不要碰你在乎的任何东西。对，你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些吗？不是为沈国良。我30年前跟着商会初创，那时候天宁市只有一条柏油马路。我比沈国良聪明，比赵传民有远见，但我走得太早。等我回到天宁市探望他们那一次，10年前，建国建材的红砖车间已经封顶了。江建国盖那批厂房用的是他从天华拿到的货款，而那批材料本来应该是我们的。我说的我们，指的是我投资的一家建筑公司。你父亲拿到的那笔单子本来应该是我们的，他没有用任何手段，只是报了一个更低的价格。他太想活下去了，但他不知道在商场上活下去本身就是最危险的选择，因为你活下去就意味着别人活不下去。江晨，不是私仇，是生意。你父亲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只是挡了路，被撵过去的人而已。所以那封邮件，那封举报建国建材涉嫌欺诈的内名邮件是你发的。你知道新岛那家投资公司差一点就注资了，是你一封邮件截断了最后一条路。我爸不是被沈国良压死的，是被你。沈国良只是执行者，是帮了你一个忙而已。不错，你不愧是你父亲的儿子，他当年报低价的时候也是这么平静。林峰先生，你有什么话到仲裁庭再说。这次不是天宁市的仲裁庭，是星岛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你有证据？这个信封里是你17年前发给那家星岛投资公司的匿名邮件，你当时把它锁在某家律所的私人档案室里。密码是你母亲的生日。你藏了17年，我找了1年。沈国良只是一层，你才是根。林峰先生，你刚才说我父亲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挡了路，被撵过去而已。但他不是被撵过去的，他是被人故意按在车轮下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而那个按着他的人，现在就坐在我对面。机票改签了，直飞天宁，2小时后起飞。仲裁庭那边，赖总已经联系好了，证据材料今晚全部递交，预计下个月开庭。林峰那边目前没有动作，很安静。太安静了。你担心他还有后手？他从来不会把所有的牌放在一个信封里。那封匿名邮件是他故意留下的破绽，他以为我找不到，但他真正自信的不是藏，是即使被找到，我也不敢公开。为什么？因为那封邮件的收件人是新岛一家现在已经成为国际巨头的投资公司。如果这件事曝光，不止林峰会完，那家公司也会被牵连。而岸烧国际有30%的东南亚业务是和那家公司旗下的子基金合作的。所以他是绑了一个人质？不是一个人质，是一整条产业链。我们动他，自己也会流血。对了，赵小姐她一个人去了建国建材旧址，3天里去了3次，还去了当年建国建材合作过的那几家小工厂，现在有的已经变成了停车场。她在一家五金店找到了一个还在世的老工人，叫周伯，当年帮你父亲送过货。周伯说，你父亲签合同那天回家路上买了一袋糖，说儿子要过生日了，他把糖放在桌上，然后坐在厨房里，一个人坐了很久。赵小姐把这些都记下来了，她还在找更多的。她说不能让他爸只剩1页合同，他应该被记住的不止那些字。这些东西你找了多久？你不在的这几天，我找到了周伯。这是周伯最后一次送货时的登记表，有你爸亲手写的一行字：今日最后一车，晚归勿念。
江晨，凌峰那边发了一份声明，承认协助沈国良设计延期合同。声明只有一句话：我对江建国先生的遭遇深表遗憾，但一切均在法律框架之内。我保留对所有不实指控提起诉讼的权利。不止声明，他还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提到你。江晨先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尊重他的执着，但执着不等于正确。他把道德和法律混在一起。对，他在逼我们，要么在法庭上证明他违法，要么就只能接受他在道德上完全破败，但法律上毫发无损。不是只有一个办法，他要我们在法庭上证明，但我们不需要。他赌的是，我们只能用你的方式反击。可我们不是只有你，我们还有我。我是赵诗龄，我是天华集团的继承人，也是建国建材受害者的家属。用他的话来说，被撵过去的那一方。帮我在明天上午安排一场新闻发布会。对，在天山市，主题致我父亲的一封信。不要跟媒体说明具体内容，只告诉他们这封信是关于10年前的真相。你不用出面，你有你的战场，但我有我的。林峰以为他唯一的威胁是你，他忘了一件事，他也曾试图撵过我父亲，而我还站在这里。10年前，天宁市有一家小建材公司叫建国建材，他的老板姓江，别人都叫他老江。他有一个好儿子，他签了一份合同，合同里的条款完全合法，但他签的时候手在抖。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知道他有多好，是因为这些年里一直有人在问，建国建材那件事儿，是不是他自己撑不过去？我今天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人是我请他的儿子送给我的，他这辈子送了很多东西给我，但这一件最重。我不是来追究任何一个还活着的人，我是来告诉所有人，建国建材不是自己撑不过去的，他是被人按住的。有人写了一封邮件，有人压了一笔钱，有人在合同最后一页签下他的名字。那些人在法律上都没有违法，但他们在人心里面欠了债。林峰先生，上周你通过国际媒体说尊重江晨先生的执着，但执着不等于正确。今天我想替我身边这个人回答你，他的执着不是恨，是想让世人记得他父亲活过的样子。而你发布的声明里没有提到你父亲，没有提到他留给你的任何东西。你跟他不一样，不是因为他比你强大，是因为他从头到尾都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扛。我有时候会想，如果他还活着，现在会是什么样？会在阳台上种花，会嫌我买房子太贵，会偷偷给我妈塞零花钱。他发来了。赵小姐，精彩的演讲，关于令尊当年的事，我有资料，还有您的体检报告，我已备份，祝身体健康。他慌了。他用我的体检报告威胁我，但他不知道我把这件事告诉你的那天，我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他了，我选择跟你站在一起，无条件的，不后悔的。我知道。知道什么？知道你选了我。过去48小时，林峰发起了第3波攻击。这次的目标不是外围合作节点，是我们自己的核心业务。办事处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林峰以涉嫌协助商业欺诈为由，申请了跨境资产保全令。更糟的是，我们最大的印花客户今天是宣布终止所有合作，他们的法务部给的理由是合作方风险评级下降。老板，林峰这次不是骚扰，是绞杀，他在用合法的手段把暗哨国际一步一步逼到墙角。如果我们不能在法律框架内反击，那这些攻击每一拳我们都只能硬扛。江总，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我们天宁分部的3个大客户今天同时来电，说收到了一份风险提示函，函件的落款是国际商风险预警中心，这个机构林峰曾经担任过高级顾问。3家公司目前还没有正式解约，但其中1家已经把下季度的合同暂停了。他用了3波，第1波外围节点，
试探我们的应急能力；第二波核心牌照和资金卡我们的命脉；第三波客户群从信任层面瓦解我们。不是乱打的，是按顺序来的，每一步都踩在我们最薄弱的环节上。所以我们怎么应对？先把被冻结的账户和牌照列一个清单，按优先级排序。雾都的牌照最要紧，水城的保全令直接向新岛最高法院申请复审。四井那边呢？四井那边不用追，等林峰倒台，他们会自己回来。林峰，你以为你在逼我？你只是在告诉我你的所有底牌。3波攻击7个节点，1条时间线，你的套路我熟悉了。接下来轮到我了。赵总，您上次让我整理的那些旧客户名单，我都翻了一遍。建国建材当年的下游供应商，现在还活着的只剩3家了，其中有一家叫宏达五金，老板姓周，就是上次周伯的弟弟。他说他哥前阵子翻出了一张老发票，1994年的建国建材最后一批货，发票背面有江叔叔的字。李云云，谢谢你，这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赵总，其实我觉得江叔叔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让人替他讨债，他是为了让后来的人知道他人好。是啊，他好，所以他儿子也好。本案由申请人林峰先生提起，本人要求被申请人岸少国际机构暂停在亚太地区的全部业务，理由是相关商业行为存在争议。林峰先生，请陈述您的证据。尊敬的法官阁下，我不需要长篇大论，我只提供3份文件。第一片，建国建材当年签署的延期合同，天华集团在签署这份合同的同时加了一个条款，如果建国建材在3年内发生任何经营风险，补偿协议自动失效。第二份，江建国在合同签署2个月后，因为一笔货款问题向天华提出了紧急借款申请。天华批了，但批款当天，建国建材的账户因为拖欠供应商款项被冻结，这笔紧急借款从未到账，而这笔拖欠的供应商恰好是我当年投资的那家建筑公司。第三份，我承认自己当年协助沈国良设计了那份延期合同，但我在此向法庭提出一个核心问题：花了7年时间为父亲讨回公道，却从未公开披露自己父亲在合同签署过程中的所有决策细节，这是否构成对商业伙伴的系统性信息隐瞒？江晨先生，你一直在追查别人，但今天的听证是关于你的岸少国际，你隐瞒了你父亲的一切，让所有人以为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受害者，但他不是，他做了选择，他签了字，他借过钱，他拖欠过供应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在绝境里挣扎的人，而你把他变成了一个符号，你用这个符号建立了一个价值100亿的商业帝国，请问这是正义还是生意？老板，他的策略很阴险，他不否认自己做过的事，他把焦点转移到你身上，让你从追责者变成被质疑的人。他准备了很久，那些文件不是临时调出来的，他早就有了。那怎么办？法官下次开庭会要求你回应，如果你不回应，资产保全令可能被延长，岸少国际在整个东南亚的资金会全部锁死。他要我回应，好啊，我回应，但不是在他的框架里回。他要我说我父亲是一个真实的人，那我就让他看看一个真实的江建国到底留下了什么。警卫，帮我准备一份证据，不是合同，不是法律文件，是赵世林找到的那些东西：发票、租房合同、周伯的证言。我把最后那3年里写的每一张条子记的每一笔账。林峰要谈真实，我就让他在法庭上看看什么叫真实。所以他想把你变成被告。他做得很聪明。不否认自己的事儿，但把法庭的注意力引到我身上。如果法官采纳了他的逻辑，岸少在亚太的资产会被冻结至少半年。那你打算怎么办？用我爸留下的东西，那些发票、那些合同、那些别人以为没用的旧纸片。江晨，你爸如果知道那些东西最后成了你们的武器，他会怎么想？他不会想当武器，但他会希望真相被记住，不只是他的，
是所有在那件事里被撵过的人的。那就好。你要记住，你在法庭上面对的是一个把你父亲说成生意人的人，什么人？一个会在发票背面写给儿子交学费的人。林峰先生在上次庭审中说我把我父亲变成了一个符号，他说的对，我确实用了很长时间，只让别人记住我爸是怎么死的。我今天要做的是让法庭和所有在座的人看到他活着的样子。这是他最后一批货的发票，背面写了一行字：给陈仔交学费，9月1日开学，那是我的学费，不是公司的债。这是他最后一次送货的电机表，上面有他的字：今日最后一车，晚归勿念。这是他给同事留的话，不是给法庭的。林峰先生上次说我爸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我同意，他从来不完美，他只是每次都扛了，扛供货商的钱，扛我妈的药费，扛我的书包，他扛了那么多的东西，你却说那是他的选择，不是，那不是选择，那是因为你写了一封匿名邮件，堵住了他最后一条活路，他别无选择。法官阁下，我今天提交的这些不是法律证据，他们不证明林峰违法，但他们证明一件事：17年前林峰对我父亲的描述是欺诈嫌疑人，他靠这封邮件截断了一家投资公司的注资意向，而今天我放在这里的每一张纸都告诉所有人，他没有欺诈任何人，他只是想撑到儿子开学。江晨先生，刚才的陈述不错，很有感染力，但法庭不是靠感染力来裁定的。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做？你以为那些发票能改变法官的判断？我做这些不是为了法庭，是为了有一天我儿子问我爷爷是什么样的人，到那时候我不需要给他看合同，不需要给他看仲裁判决书，我只需要给他看这些就够了。今天庭审怎么样？下周裁决，法官说需要时间。你感觉呢？5-5开。江晨，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前几天我去医院复查，结果是我怀孕了，7周。你在哪里？天州市。我在我们的阳台上，外面也在下雨。诗玲。等我回来。我知道你会回来。林峰的第4波攻击，目标赵诗玲的新公司。老板，这次他不是威胁，他是真的开始了。启动保护方案，从现在起24小时，直到我回来。赵总出事了！今天凌晨3点，工商那边接到举报说我们核心产品的配方有违禁成分，市场监管早上7点就来了人，要封存全部库存。还有网上已经有人在传说我们抄袭赵成雪之前那款出了问题的产品。赵小姐，上次您说我是那个按着他的人，我说了，那不是私仇，是生意。现在生意来了。赵小姐，老板上飞机前让我转告您，公司的事赖总那边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工商的举报是匿名来源。按照我们的经验，这种举报背后通常有商业竞争对手的操作痕迹。最快处理方式主动送检，然后公开检测报告。检测机构我帮您联系了，省里的最权威的那家，加急3天出结果。他想让您倒下，不是为了打击您，是为了打击老板。他知道老板最在乎什么。他知道我最在乎什么吗？他知道，所以他选错了对手。喂，检测中心吗？我是赵诗玲。对，就是今天被举报的那家公司。我要求现场检测，全程直播，让所有人看到。各位，今天凌晨，有人匿名举报我们公司的产品，举报内容：核心配方含违禁成分。我现在站在省食品药品检测中心门口，我以我个人的名字，不是以公司法人，是以我自己的名字向全社会公开承诺，如果检测结果证明举报属实，我立刻关停公司，终生不涉足这个行业。如果检测结果是清白，我不需要那个举报者公开道歉，我只需要他记住一件事：赵诗玲不是他用来威胁别人的工具，永远都不是。丫头，阿姨，陈仔小时候他爸走那年，他18岁，他一个人站在病房门口没有哭。我说陈仔，你想哭就哭。他说妈，我不哭，我要让他们看看江建国的儿子不会倒。你跟他一样，你们这种人不会倒。经过本庭审议，现作出如下裁决：林峰先生对岸少国际的资产保全申请驳回。林先生协助商业欺诈的指控，因缺乏实质证据，本庭认为这些文件虽然不构成对林峰的直接法律指控，但已经足够证明一个事实：17年前林峰先生发出的匿名举报信，其内容与事实不符。恭喜，你赢了新岛，但你的公司在雾都的牌照还在冻结，你在水城的账户还在保全，你在樱花的客户还在流失，你一局也赢不了，你只是没输这一局而已。对了，
恭喜你要当父亲了，希望孩子像妈妈够坚强。林峰知道了诗玲怀孕，启动最高级别防护。从现在起，诗玲和母亲的一切外界接触全部纳入监控。检测结果出来了，全部合格。赵小姐公开了检测报告，举报的匿名公司是林峰的壳公司。赵小姐起诉了对方商业诽谤，把检测结果发给要解约的客户，已经有2个回心转意了。林峰来信说，我在仲裁委员会等你，3个月后，如果申请通过，暗哨全球业务将被暂停。他要终极决战，我陪他打，但不是等3个月。他要主动出击，敲开他每一层壳。沈国良一层，匿名信一层，仲裁席位一层。法律最怕的是有耐心的人。检测结果出来了，全部合格。我知道，经纬告诉我了。还有一件事，今天在检测中心门口，记者问我无名指的戒指是婚戒吗？我说不是，是承诺。然后他又问谁给你的？一个走错了桌子的人。诗玲，下周我就回来。然后我们把合同重新签一下。什么合同？没有期限的那种。我把它们整理好了，这些是我们准备给法庭的，这些是你爸的，我想留给我们的孩子，以后给他看，说这是你爷爷。他没有100亿身家，但他是个好人。还有一件事，今天早上江太太，也就是你母亲，去菜市场买菜的路上，有个陌生人拦住了她，不是威胁，就说了一句话。那人说：“江老太太，你儿媳妇最近身体还好吗？”说完就走了。从现在起，我妈和诗玲身边各增加2个人，已经在安排了。不是跟踪，是保护。去找几个在相关领域有经验的女性安全顾问，日常打扮，融入环境。这是3年前我们开始调查林峰时建立的基础档案，最早只有一些公开资料，后来每找到一条线索就补充1页。到上个月，这份档案已经有400多页了。老板，我有点想不明白，他帮沈国良设计那份合同，是为了能和他一起操控天宁市的商业格局，但他为什么要亲自出面接受采访，承认自己协助设计延期合同？那等于把狗链子往自己脖子上靠。因为他不在乎，他不在乎别人知道他帮过沈国良，他赌的是我找不到比道德问题更有力的武器。在法律框架内，完美的加害者不会被惩罚。他知道我知道这一点，他在等我崩溃或者犯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警卫，调出他最近半年的所有通话记录，不是手机，重点查他每周3下午3点的一通固定播出，同一个时间段，同一个接收方。你怎么知道他周3下午会打电话？8年前我在国际仲裁庭旁听过他的裁决，连续4周，每天下午3点，他会在休庭期间打电话给同一个人。他把所有庭审记录都加密了，但那4通电话的时间线存在了系统里，从没改过。明白了。林峰的最新动作，他已经在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正式提交了仲裁申请。提案内容是暗哨国际在跨境商业活动中涉嫌系统性信息隐瞒，委员会已受理，预审日期定在10天后。如果我们拒绝披露，仲裁庭可以直接判我们输，并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执行。林峰要的不是真相，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尤其是那些被迫浮出水面，这样他不用赢，我们就会自己垮。还有那个加密电话，我查了，每周3下午3点，林峰会准时拨打一个号码，接收方不在雾都，不在星岛，在一个我们从未监控过的地方。所以他不是在挑战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他是在用它打一场注定会进入自己人手里的比赛。那我们怎么打？他要我在法庭上公开暗哨所有财务流水。好啊，我公开，但不是他要的那些，是我选择公开的。他以为我的底牌是信息，他错了，我的底牌从来不是信息，是信任。客户信我，不是因为我能保密，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可以为了保护他们，选择在最不利的战场上开战。通知所有客户，告诉他们仲裁委员会的要求，给他们选择，愿意留下的我以个人名义担保他们的信息安全，担心风险的无条件解约，全额退款，今后任何时候想回来，条件不变。还没睡？还有些电话要打，这些都是不想公开的。他们不是商业客户，是特殊客户。如果仲裁庭强制要求披露，他们的身份信息会进入公开记录，对他们来说，那可能意味着生命安全。你还记得你爸写的那行字吗？今日最后一车，晚归勿念。
记得。他写的是最后一车，不是最后一单生意。他把每一个送货的人都当人看，给他们留消息，让他们别担心。你是为了保护那些信任你的人，所以不管仲裁庭怎么判，你已经赢了。在你客户心里，在跟着你的人心里，在我心里，你早就赢了。还有，在他心里。Case number 2387, Lin Feng versus Sentinel International。岸少国际的核心是保密承诺，但江晨隐瞒了父亲江建国破产案的完整决策细节。他选择性呈现事实，利用公众同情心构建商业帝国，这不是正义，是商业欺诈。他照搬了星岛的逻辑，用合法手段限制你。他想看我失控，但我不会在他的框架里打。他要我说我爸，我就说；他说我隐瞒，我就承认。什么？我确实瞒了所有人一件事，包括你。1994年，我父亲差一点拿到救命的注资，而这个 U 盘里是林峰与当年星岛投资方代表沈国良的通话录音，录制于1994年10月17日，也就是注资意向书签署前3天。你以为那份伪证能瞒天过海？300万的贿赂款，我这里有完整的转账记录。沈国良，有证据吗？林峰，证据我会给你，但你要记住，这件事永远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我就是看不惯这种人，明明撑不下去了还要硬撑，害了工人也害了投资人。明白了，那合同就先搁置吧。不是搁置，是彻底取消。还有，我设计的那份对赌合同他已经签了，只要资金链一断，他就会彻底破产。林峰，这是最干净的方式，不会留下任何麻烦。我等了2年才拿出它。沈国良去年临终前把这段录音交给了我，他说他愧疚了17年，一直不敢说出来。一旦拿出这个，林峰就没有退路了。我不接受和解，要求仲裁委员会全面调查林峰在本机构内的所有行为。他没有反驳你。他被自己的录音定死了，我没有情绪化，只是把他17年前说过的话原封不动的还给。沈国良真的是临终前才交给你的？他得了胰腺癌，最后3个月才联系我。如果没有这段录音，你还能赢吗？能。林峰输，不是输给我，是输给我爸。他不懂一个愿意扛下所有工人和家人的人有多强大。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总会有人等他。